又是一位抖音粉丝啊，看了我的视频之后想自己动手修，这回他修什么问题呢？视觉问题啊，就是视觉报错。这位粉丝朋友呢，经常看我的视频，也非常喜欢看我的视频，照着我的视频里面去一些维修操作。但是这一台呢，它是视觉问题啊，视觉问题它实在是解决不了，因为像这种鱼眼视觉啊，你单独换完之后它是有报错的，直接是显示无法起飞。他呢写了一个纸条，纸条大概也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意思啊，大家看一下。老规矩，通电看一下它都有什么报错，好吧？报错就是视觉传感器的报错啊，视觉标定异常，前视觉啊，主要是报的前视觉。一般像这种啊，它具体的报的是哪个方向，那就是哪个方向有问题。它报的是前视觉有问题，那就是前面有问题，跟别的方向是没关系的。像这种鱼眼视觉呢，官方它没有标定软件啊，个人的话是无法去进行标定的。你们把这个视觉单独换上去之后啊，它是直接显示视觉会异常的，无法起飞。所以今天来教大家怎么处理这个视觉问题。其他功能是没问题的啊，在拍这个视频之前我就已经测试过了啊，也已经跟这个粉丝朋友沟通好了。前面的视频啊没跟大家说过啊，尤其是同行兄弟，修任何这种有炸机或者是撞击过的机器，只要是动到核心板的，我们维修之前都要去报风险。报什么风险？我打比方，就好像是医生给病人动手术，哪怕是这个手术是一个很小的手术，那医生都会跟病人会签一个协议，是吧？相当于一个免责协议，差不多这个意思。那我们维修也是一样，只要动到核心板，就会提前客户说有一个免责协议。因为像这种无人机，大家都知道，它一般损坏，它都是受过撞击才坏的，是吧？受过撞击之后，你不能保证它100%。里面的电路啊，还有各方面是稳定的状态，没有拆之前它就一个报错，甚至没有问题。但是可能你拆完再装回去，它可能多了一堆报错，除了可能是自己手工不到位或者技术不到位导致的人为故障之外，还有一部分呢确实存在不稳定的因素。尤其是这个机器的核心板，它是一个高精密度的核心板，是多层电路叠加的，然后它受过撞击之后呢，核心板呢可能会或多或少的会有受到物理损伤，而且这种呢属于暗病的，也是很常见。有些可能你拆之前没有任何问题，拆完装回去可能直接连机都不能开的，这种都有啊。所以我们一般都会去报风险。所以呢也请各位粉丝啊，还有同行兄弟啊，可以理解一下，好吧？好，现在开始拆开这个盖子，它没盖紧啊，拆开。A few minutes later， 前面的视觉啊，这个粉丝朋友自己呢拆开看过啊，他跟我说是有一条视觉排线是断掉的，我拆开看一下，就这里啊，明显是断掉的。断在根部，表面还看不出来呢，它在根部这里已经是断掉了。像这种根部断掉的啊，有兄弟说可以飞线，我只想说啊，像这种断在根部的飞线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啊，杨长顺来了也没有用。这边这条排线好像看着也有裂开，也有断掉的痕迹，这里很明显一个折痕，里面都露铜了啊，这个地方。我们的这2个前视觉全部要换掉，这个呢就已经拆松了，我给它直接拿下来。右前的这个视觉已经是拆松掉了，这里也是断裂，这个位置也是断裂。左前先把它拆开，这个就还是相当明显的根部断裂，这个就没办法了。这个单换鱼眼的中心思想，跟大家讲解一下这个单换鱼眼的中心思想。它既然无法通过用软件去标定消错鱼眼的报错，那我们就采取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写字库数据。因为它鱼眼的数据呢，它是写在核心板上面的字库里面，每个鱼眼它都有自己相应的序列号，我们把换上去的序列号跟坏掉的鱼眼的序列号进行交换，让这一台飞机重新识别新的鱼眼，让它认可这个身份。这里面也是有方法的啊，比如说大家看一下，比如说这2个，一个是左前，一个是右前鱼眼，它上面都有2维码的，手机上面有那种扫码工具啊，任何码都能扫出来的这种诺动扫码，下载一个这个 APP，
打开，比如说我扫这个左前鱼眼的序列号，扫出来了，这个就是它的序列号。右前鱼眼也是一样的道理，扫一扫，也扫出来了。关于这个序列号，可能有很多兄弟也不清楚啊。大疆的这个鱼眼啊，哪怕是同型号的机器，它这个鱼眼分几个批次，你只有说把它的批次换对了，才能够大大的去提升避障的准确率。但是就算你的批次换对了啊，也有一定的概率它的避障是不准的，会有空气墙。但是呢，这个要根据客户的需求来，有些客户他本身就用不上这个避障功能，那就无所谓，只要消掉报错，飞机能起飞。起飞有空气墙的话，直接把避障关掉就得了。很多用户啊，他对这个避障他没有任何要求，或者是他一直都是开的 S 档在飞，那这个避障有跟没有都没区别，只要它能起飞，没有这个报错就行了。因为它一旦有报错，它直接是无法起飞的，要根据客户的需求。那如果说有客户提出我一定要避障功能完美，一定要包准，目前来说唯一可行的办法，包100%避障跟原厂一样的办法，就是在一台好的飞机上面，把它一整套避障，包括前后上下所有避障，包括下视深度传感器，全部都拆出来，并且从那一台机器把它的视觉数据也写出来，再写入到你要修的飞机上面去，再把避障换上去，这样子是包完美，包没有空气墙，包避障准确。刚刚说了要用同一个批次的，那怎么去判断它是不是同一个批次的今天教大家一个办法比如说我刚刚扫的这个码，看前面4位数 6KBTL， 大家重点关注第4位，这个 T 的话，你可以认为它是批次如果说你换上去的鱼眼第4位数是一样的，那它批次就是相同的。如果说它第4位数的字母不一样，那你怎么换上去怎么调都没有任何作用，就这一点大家需要记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第二点就是你换上去的这个鱼眼它是哪个方向的，你就要到哪个方向去拆，你不能说原本它是用在后视的鱼眼，你把它拆了用到前面去，那这样的话虽然你错销了，也会大概率不准。所以我刚刚说的这些方法来提高它避障的准确率。而我今天这位粉丝朋友呢，他表示让我尽量尽可能的让他避障准确万一避障不准也没关系，大不了把避障关了去用就行了。我提前在其他的好的飞机上面拆了2个鱼眼，上面也做了标记，它是右前就是右前的，是左前也就是左前的，也是跟这位粉丝朋友的这个批次是一样的。换上去行不行？这个真的是看运气了，真的。为什么说换上去看运气？大家首先要搞懂这个鱼眼的工作原理鱼眼的工作原理的话，它实际上呢，从物理层面来说它是一个半球的立体成像，这是物理层面球面的立体成像的一个画面。从软件的层面上面来说呢，它是属于画面拼接形成一个全面避障。我们能够尽可能的去解决物理层面的问题，但软件层面我们解决不了，因为软件层面它需要有大疆专门的标定软件进行数据校准，实现避障精准。而我们第三方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这样的软件可以对它进行校准，只能采取我刚刚说的那些方法，直接把这个相应的鱼眼先换上去。在换之前呢，刚刚已经说过要记录好它的序列号，按照对应的方向把它的序列号进行对调。我先把左前的扫下来复制一下这个条码，我把它传到电脑上面去待会儿来进行数据交换。A few minutes later， 我先把这个鱼眼先给它上好按照左右的顺序。上之前呢 If you want to buy drones, action cameras, or repair parts, you can enter the website address jangyao.com into your browser to enter the store. All kinds of pots, cameras, and drones are here. Enter the discount code JANGYAO at checkout for a hidden bonus. 需要把里面的这个鱼眼框里面这个胶给它刮干净花了一点时间装好了，然后顺便给它打点 UV 胶然后用紫光灯进行固化。接下来呢，处理这个核心板。机器在维修之前也已经跟这个粉丝朋友报过风险了。我们没修好呢是不收任何费用的，但是呢也不承担任何风险。揭开核心板的屏蔽罩子，
视觉飞线的点位可以稍微记一下。这个呢，我就不直接拆字库了，因为它底下全是黑胶啊，拆字库有风险，所以采取飞线的方式最为稳妥。我镊子指的这一个电杆靠近字库的这一端啊，这个是2.8伏供电啊，2.8伏，反过来。好，我镊子指的这个电容左手边，这个是1.8伏供电。板上面这里有3个点，这一个位置是D0的数据线，这一个是 CMD 的数据线，这个呢是 CLK 的数据线啊。接地的话，随便找一个螺丝口、屏蔽罩都属于接地。接着我就开始飞线了。飞线的点位，先打点焊油，先上锡啊，一定要先上锡，直接飞是很难飞得上去的啊。飞线丝啊，之前我也说过，按照我之前说的要求，先飞反面，反面只有一根2.8伏的供电，先把反面2.8伏的供电先给它飞好。上好锡之后呢，直接飞线，2.8伏飞好啊，翻过一面。这一面我主要是要焊这里，看到没有？这些位置，飞线点位加焊油。好，加焊油，并且上好锡，开始飞线。飞完之后呢，一样的，怎么确定这个线有没有飞好？拿出万用表，怎么样确定这个线有没有飞好啊？打到2级管档，好，量一下对地阻值，量一下它的压降，看是不是正常的。2.8伏，400多，300多，400多。400多，400多啊，差不多也就是300-400多这样子啊，没问题啊，飞好了。接上我们的编程器，连上电脑之后呢，新建一下文件夹啊，免得把数据给弄混了。123视觉，然后再到里面新建一个啊，区分一下，待会儿要修改的跟原始数据要分开来。备份 eMMC， 然后这里选的是要选 ISP。搜索啊，没问题啊，读取成功。再点一下打开分区表，我们重点关注的就是这个 CALI 这个数据啊，这是备份的意思。备份到刚刚我们新建的文件夹里面去。L3视觉的啊，对，在这里备份。好，现在对了啊。开始备份了。好，备份完成。那它这个就是它的原始数据啊，我们打开刚备份的，就是这个啊，这是备份的一个视觉数据，复制一份到这个备份里面来。接下来的操作呢，就是要修改这个视觉数据。A few minutes later， 数据改好了，再把改好的数据重新写入到字库里面去。好，打开之后啊，打开 eMMC， 跟刚刚一样的操作，搜索。打开分区表，然后呢选中 CALI， 点这个 write 写入啊，写入刚刚改好的数据，就是在这里啊，双击直接写入。OK， 写入成功。拔掉编程器，把线焊下来，按原样啊，把所有的屏蔽罩子装回去。现在我们开始往回装。A few minutes later， 没有任何报错了。我现在打奖啊，那 OK 的，只是打奖之后呢，这个云台有点异响啊，这个不知道会不会影响使用，待会儿还要检测一下。然后看一下避障视角啊，前面啊，左边、右边、后面啊，避障都 OK 的啊，避障视角都是 OK 的，仅仅是代表没有报错。避障正不正常呢？还不一定啊，待会儿飞一下才知道。然后我现在先关机，再花点时间把它全部装好。A few minutes later， 现在看一下这个屏幕啊，是没有任何报错的。2个前视觉换掉之后的效果啊，测给你看一下。现在是刹停啊，默认是刹停，看一下是什么效果。打奖啊，起飞，在房间内飞，到处都是障碍物，往上升一点啊。它应该是还能动一点点的，但是现在照这个情况来看啊，它应该是识别障碍物是有误的啊，
比如说这里它提示上方1.1米，这个是不对的，上方起码都有2-3米，所以这个就误报了。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就是我们常说的空气墙飞不动的。这个没办法啊，因为换2个前视觉，单换视觉还能准确的概率非常低，所以呢，像这种情况没办法，我们只能说把避障关掉。再看一下关掉是什么效果啊？这个雷达显示也关掉，雷达显示关掉，它的红圈就没有了。然后再往上升啊，看啊，非常稳的啊，稳还是非常稳啊，看一下，升、降、左、右。啊，还是很稳的，往前、往后、原地转向，非常稳。好，再看屏幕这里啊，再看回屏幕，这下云台功能呢，抬头、低头、回中，好，画面变焦啊，变，现在是变到最大倍数啊，哈苏的最大倍数。对焦啊，很清晰，长焦继续变焦，变到最大倍数，画面很稳啊，不抖，说明呢云台虽然有异响啊，但是不影响使用，现在已经是最大倍数了。对焦，都非常清晰啊，除了避障不准，其他都没问题啊。按照这个粉丝朋友的要求啊，换了2个鱼眼，然后进行了相关的测试啊，不出意料，这个避障它是不准的，飞起来呢。它有空气墙，但是呢，把避障关掉之后呢，正常飞行没有任何问题，已经提前跟这个粉丝朋友沟通好了啊，他可以接受。还有2件事情啊，想跟大家说清楚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关于改鱼眼数据这个事情，因为会触及到很多同行的利益吧，改这些东西啊也是比较敏感的，所以的话呢，我也不方便啊，把详细过程在视频当中发给大家去看。第2个问题呢，单换鱼眼。那个鱼眼上面不是有序列号吗？序列号的话呢，可以用手机扫码扫出它的序列号啊，这是一种情况。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假如说它炸机炸完之后，整个鱼眼都没了，你没法去扫它的序列号，也有办法，就是说把它的视觉数据备份出来，备份出来之后呢，再用一个 WinHash 工具啊，去读取它的数据，到里面找到鱼眼序列号的位置，一个一个的去对，通过筛选就能够找出它的缺失的那个鱼眼的序列号，进行更换，达到一个消错的目的啊。非常感谢粉丝朋友的支持啊，非常感谢。然后视频制作不易，希望大家一键3连，感谢。